现在婚恋市场剩女的3大主力军啊，女教师、银行女和女公务员啊，这3个真的很难搞啊。他们只要来找对象，超过30岁的80%都是因为性格原因而剩下来，太挑了。他们都很统一啊，脾气傲，眼光高，高不成低不就，自我认知很不清楚，来找个对象那都牛掰的要命啊。有个女孩子给我打电话许愿啊，差点没给我气秃了皮了。95年的市区的公务员哈，还不是市直的呀，一上来的择偶要求给你心脏整的突出的都到 ICU 去了。就要找的有权的、有钱的，30岁以内，个子又高，长得又帅，哎，也是公务员，父母还得是那体制内高层退休的，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官二代啊。你听完他的择偶要求，你都觉得不切实际啊。长得又好又帅还年轻，家里还世代体制的，人家出生都快给预定出去了，青梅竹马的条件都比你高啊。你这30岁了还想半路拦几个，能剩下的肯定有短板，他又不接受啊。我问他家的条件怎么样啊？他说父母农村务农啊，摆摊做点小生意，家里有个弟弟在上高中嘛，没有存款。我听完我都愣了，你说说你这家庭条件，你是怎么有底气找人家体制家庭的这种婆家呀？哎，人家听完不愿意啊，列举了自己相亲过几个什么局长的儿子呀、区长的亲戚啊，哎呀，国企领导的孩子等等。这就是最本质的，他认为自己很牛逼的地方啊，他配得上条件好的，那生活圈里就没人敢给他介绍了呀。行了啊，唠了半天啊，终于是最后妥协了，说愿意找一个条件差不多的。有一个在基层工作的公务员，比他还小1岁，长得挺帅的，人家都是国企退休的。他听了之后，这嘴上支支吾吾的，哎呀，那个不愿意，这个不愿意的，基层的不想找啊，说跟他不是一个档次的。哎呀，姐妹啊，人家要是不在基层啊，这条件压根也看不上你啊，非要找那市区的。行啊，给他换了一个公安的啊，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家庭条件也不错，就是年龄大了点，35岁了。妈一听要跳高啊，不愿意啊，大龄觉得有问题啊，就是不要。找个街道办的给他吧，又看不上人家单位啊。哎呀，就要那体面的单位大的，离得还不能太远的，气得我呀，真的又高又帅，条件又好，你也不想想这条件你能配吗？人男公务员多吃香啊，大家都知道。何况人家这种家庭背景的官二代，人家压根就看不上你的家庭条件啊，除非他儿子恋爱脑啊，跟爹妈就要断绝关系，就要娶你的。你要有那圈子和能力啊，说实话，你也不用来找我了，对吧？他就强调，哎呀，自己谈过条件多好的公务员啊，你别扯那没用的。你谈过怎么没结婚啊？他不说话了。人要凭实力说话的，你凭运气谈的恋爱，你要没个实力去守护，那也没用，白瞎。真的啊，这有的女公务员真的很难搞，我一点都不想接，一听公务员都吓得要命啊，脾气大，事儿还多，一听就头疼，不好找对象啊，不是没有圈子，而是整天脱离实际，大白天做梦，挑三拣四的，那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的。这女人的现实和年龄那是与日俱增的，你不要一味的只是去挑别人，当你相亲屡屡失败的时候，你就要考虑一下是不是你自身的问题啊。治病不治根没用，拜托得看看自己的问题吧。宝，散会。今天说说慢热这个事儿啊，这是病得治。一哥们儿给我打电话呀，说喜欢一个姑娘1年多了，对方总说慢热，要不要去追了？他今年32岁，做机械工程的，1年20万左右。这去年初啊，相亲认识了一个姑娘28岁，人家姑娘长得挺好，男士一眼就看上了啊，想着只要对她好，怎么也能拿得下呀。于是每天积极表现，按时打卡，早晨起床，醒了吗？中午吃饭了吗？晚上下班了吗？平常呀是忙吗？在吗？女方呢也回复，但基本都是几个字啊。一有空，男士就约这个姑娘呢，她也出来，两人说话聊天呢，也能说到一起去。姑娘也让牵手拥抱，但就是一到关键点呢就拒绝。平常这情人节、劳动节、妇女节、儿童节等等啊，都按时的送礼物、送红包啊。终于啊，追了半年之后，这男士啊鼓起勇气对这个姑娘说：“我喜欢你，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人姑娘呢不紧不慢回了一句：“我还没准备好，发展太快了，我这人啊比较慢热，再相处看看吧。”一盆冷水啪呲一下到了男士头上，拔凉拔凉啊！行，半年不够啊，咱再追。这会儿啊，努力上升了一个档，两人相隔20多公里啊，这男士啊就下班又跑去接姑娘，下班吃饭送回家，没事啊送个惊喜，带个礼物。姑娘也是越来越开心啊，男士一看这好，博得美人笑了，那更用心了呀，对她更好了。这样呢，又过了半年，花了好几万出去了。男士是信心满满的又去表白，还专门找了策划公司呀，在商场那最中间啊，那布置的现场老漂亮了。有一个环节啊，那是表白成功啊，头顶一个很大很大那个球里面就装了无数气球，工作人员扎破啊，天上就会掉下来很多气球，想想都很浪漫呀。男士就把这个姑娘带到中间，手捧鲜花呀，说我喜欢你，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结果人家姑娘却说呀，我还没准备好，发展的太快了，现在呢只是刚刚有感觉。男士听完就急了呀，我追了你1年了，你喜不喜欢我该有个回应了吧？人姑娘说呀，你人很好，但是我这感觉来的比较慢，你得给我点时间去了解你。这样吧，2个月之后啊，我肯定给你结果。
男士听完呀，是头也不回的走了，剩下工作人员就尴尬了，这球是扎还是不扎呀？男士问我还追吗？我说不追。他说付出了1年的努力，马上就有2个月就有结果了。我说结果也是不喜欢你。他说万一喜欢呢？哎呀，真的是烂泥扶不上墙啊！我和你们再强调一次，相亲认识的你根本不需要去追的，基本喜不喜欢第一次见面就已经决定了，喜欢这个过程一定是相互的。所有的慢热都是价值不够。我见过一个9分的帅哥，人家从来都没有说遇到过慢热的女生。你要知道，慢热并不取决于时长，慢热取决于很多因素，你的价值，他的价值，他身边异性的综合价值，以及此时他着急的程度。唯一不用考虑的因素就是接触时长。有些人呢，今天还自称慢热，考虑了一晚上，明天就可以了。那是因为他清楚自己年龄大了，身边的异性差不多都结婚了，周边异性就你条件还行。很多男人脑回路我也是服了很奇怪，听到慢热总是以为自己快成了，觉得只要自己决心大，诚意足，持之以恒就可以了。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应对慢热你得有招。这第一招呀，魔法打败魔法。你不着急表态，我也不着急表态，你骑驴我找马，看谁好过谁。你敢慢热我就冷你，你要快热了那我才展示诚意。总之一句话，谁急谁先输。这第二你要有自我设限。适合广大的这个直男直女们再慢热也要有个时间的吧，不妨给自己设定一个日期，期限之前该怎么接触就怎么接触，时间一到还没上升关系那就拜拜相亲本来就是快节奏，基本3个月就会有一个结果的，慢热这都是病，你得治。哎呀妈呀，有些人来许愿池那都不是诚心找的，哎呀，那都是来做梦的你们不知道那个气人我得吐血有一个姑娘32岁，211本科，在银行上班，长得就属于那种一看年轻的时候就很漂亮，但是过了30她明显就看出有一些岁月的痕迹她来找对象那跟我唠了一上午。一开始我还是很有感触的，说自己是相亲了5年多，这还没嫁出去这后悔了现在是越来越发现女人过了30是特别的不好找对象。25、6岁的时候，好多男孩子都主动喜欢她，追求她，给她介绍对象的人也多那个时候工作也好，年轻也漂亮，各类条件好男孩子人家都不缺的。有个男人是公务员，他挺中意，但相处下来觉得这个男方太闷太直男了，不会说话，情商太低。哎呀，两人拉倒了。转头呢，这个男士没出半年就结婚了，那还给他气够呛。27、8岁的时候，好不容易找了一个自己喜欢的长得帅的小伙子，谈了半年又觉得男方家里是农村的，条件太差也分了。这临近30，相了2年亲也遇到不少条件不错的，有长得帅的，也有家里有钱的这都没谈成不是觉得有钱的长得丑，就是觉得长得帅的没有钱一心想找个长得帅又有钱的，怎么也找不到。再加上年龄越大，这找对象是越来越差，相到30了，哎呀，这女方家里人就急了让他赶紧找个差不多的嫁了得了。他也决定放低要求，想着合眼缘，有个房子就行。结果这邻居不少红娘给他介绍有房子的，他都看不上。有个男士条件我听了已经觉得很好了人家自己做生意的，1年几十万有了，2套房2辆车，又嫌人家是个大老粗不浪漫。哎呀，相着30多岁了，周边人不怎么给他介绍了，介绍的要么就是些离婚的，或者是条件差一些的，他都不能接受想着放低要求但底线还是要有车有房。尤其他在银行工作这同事闺蜜都是些银行的，那见过的有钱人他又多他是越来越看不上，拖的年龄是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好找，1年也相不了几个。主要是这相亲市场上年轻的姑娘越来越多那男人肯定优先选年轻的这年轻的姑娘思想也简单，不像年龄大一些的还喜欢端着好相处慢慢他就给剩下了。他是又后悔又焦虑又觉得不公平。我这一听后悔了，那就好办，赶紧安慰没事儿，咱这个年龄也有机会的。问他想找什么样子的，他上来就跟我说我市里有一套房子，价值300多万，但是有100多万的贷款就每个月需要还月供7000多，有一辆奔驰车有40多万，年收入在20多万，这个211毕业，哔哩哔哩一顿唠。终于说到要找什么样的时候，他说车不能比我的便宜，房不能比我的小，总价不能比我低，年收入50万以上，学历211以上，父母退休金也不能少，长得合眼缘。王八听完集体吐血。我说姑娘，有的人真的是凭实力单身的我这真帮不了你。他急了，说我降低要求吧，房子市中心全款，年薪50万以上就行。哎呀，这时候我们办公室旁边正好有个姑娘，98年的过来可能送资料哎呀，听见我跟她的对话，她就跟那个姑娘说，姐，我感觉我这要求10万我都不太好找，你咋敢要求这么高人这姑娘听了高啥呀，
没钱你结婚就得过苦日子，听姐的，要求高点，你年轻啊，起码得要求30万以上。98年那姑娘赶紧摆头啊，说不行不行，我自己才6、7万呢，我得找一个1年几万的就行。这大龄妹子一听啊，哎，也是啊，你条件不好，我1年收入20多万呢，我不能让男人比我低了。听完那小姑娘赶紧溜了啊。这大姑娘还在问我有没有合适的，我血压那个时候都已经发抖，已经崩了啊！王八赶紧把我给抬走，远离这是非之地啊！以后35岁以上未婚的、执迷不悟的、没点自知之明的啊，坚决不接待了。